桃园张善政要连任，而且有信心。传出来说林佳龙要去选桃园，那说这个民进党逆袭，在桃园发动逆袭，要找大咖，你太小咖怎么办？对不对？人家张善政做过行政院长啊，又是科技训练出身的，那你要找一个人，起码对不对？这个有部长的经历吧，那张善政因为林佳龙比张善政小10岁了，所以呢，张善政就是说不因为对手年纪轻而攻击他。这是雷根啦，雷根当时辩论的时候跟孟戴尔，民主党雷根是这个共和党跟孟戴尔辩论，那时候大家就说雷根年纪大，他70几岁吧，年纪大。那后来呢，这个选举的时候呢，大概这个主持人也问，就说讲我年纪大，我还没笑他，没有经验，我都没有笑他，你还讲我，哇，大家一笑就化解了这个尴尬的问题哈。所以雷根很厉害的啊，他被暗杀的时候。他问那个医生：“你们都是共和党吗？”医生也反应很快，总统，我们今天通通是共和党。我相信一定很多民主党嘛。然后他的太太来看，他跟他太太说 ：“Nancy，sorry， 抱歉，我刚刚没有躲过。”所以真的很，这不简，都快死了还能够这样幽默啊！所以他是不错的啊。所以虽然美国记者跑白宫也是很尖锐的，但是他们不管哪个记者对雷根其实都蛮好、蛮宽厚的啊。那另外呢，张善政是不是说过只做一任市长？说呢他私下不知道跟谁对话，有在网络上传。那议员林正贤问他，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什么时候说我累了？什么时候我只做一任市长？没有，我干得兴致勃勃，还有很多事情要继续做啊，要完成啊。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在地的正国会的议员说，等待党中央决定是不是要叫林佳龙来那另外呢？这个林佳龙会出战桃园吗？王一川说不可能，为什么？王一川本来要到桃园去选的，所以怎么空降一个林佳龙来了？怎么可能那到底怎么回事那另外呢，这个何志伟也想去桃园选，何志伟说桃园错过了台积电，而且交通长期很混乱，所以呢，这是2个可惜。那他讲这话什么意思？局长桃园什么意思？听说何志伟在桃园跑得非常勤快那另外呢，这个除了龚川呢否决林佳龙，说林佳龙要选桃园还得过3个门槛，一关，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看一下。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只做一任。对，我想只要市民支持的话，当然是要争取第2任了。质询张善政议员等的就是这一句，下一秒翻开自备的道具版。如果是何志伟跟王一川他们2个出来选了，其实我们桃园随便6位立委随便派一个我想都足以轻松来胜出我们桃园的立委都比他们了解桃园，关心桃园蓝议员要看怎么看潜在对手，下一张做了这张对比图，张善政对上林佳龙。议员说2人中央经历和市长历练平手，张善政的学术经历小胜一筹，但到了年纪话题，年纪你比他高了10岁你这个比较表那黄圈圈年纪的部分，你应该把它从林佳龙下面移到我这边为什么呢？我想经验比较多。我讲一句话雷根总统在竞选连任的时候有人问到他的年纪，他说我不会以我的对手因为年纪轻没有经验而来攻击他。我想2026的候选人不管是林佳龙部长、何志伟和副秘书长，或者是王一川王委员，都是一时之选都有各自的优势。那位置，林佳龙会去吗？我就知道要先问我了那我先说，因为我是新潮流的所以等一下不需要见缝插针我们都是民进党的那当然先开玩笑，是因为这个桃园市议员国民党籍的林正贤议员，他是在议会的时候提出来，他点名林佳龙那这个林正贤议员他是国民党籍，但因为他是我东吴的学长，他其实人是很敦厚的，所以他提这个林佳龙，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也吓一跳因为这跟这个正贤议员平常的个性比较不一样，然后他会点这个政治题，而且是一个我们其实在圈内之前都还没有讨论过的这个人选确实是出乎我意料之外。那不过我们看到这个张善政的回应这个他说不因为对手年纪轻而攻击对方，说是雷根的名言也没有错。可是因为我们看这样子的回应一个71岁的说一个61岁年纪轻，我都觉得
这样看就我们都觉得这样子的比较，我感受不出张善政的优势啦。好，那当然就说在桃园这一局，确实目前这个你看，王义川他就是中立人嘛，好，他也住在青埔。那何志伟也确实他都在桃园，他这个不管是大小的这个社团活动啦，跑得很勤快，晚上的活动等等，他确实这个出席露面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所以其实林正贤议员，我觉得他要点这一题，其实是要再强化到底张善政有没有连任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其实是我已经到新北市了，我都还有听到这样的讯息，是因为也可能是因为张善政市长他的风格，他其实就是不跑脱的了。他不跑脱，那所以这几年下来，其实，在桃园市府都有传出说，其实张善政市长是有意要让苏俊彬副市长来接棒。好，那甚至连苏俊彬副长都已经开始有要招兵买马的动作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题上面，当然民进党什么人选，我觉得我们还是静待党中央我们选对会来召集我们认为最强的一棒。那不过到底张善政市长他有没有连任？那他的态度是否诚如他自己讲的这么坚定？那我觉得其实他也要用行动来辟谣。我看林佳龙选桃园，我内心的 OS 4个字叫绝不可能。但我现在上节目讲哈，我要用另外4个字，怎么可能？我要讲怎么可能？内心是绝无可能，怎么可能？对不对？林佳龙现在当外交部长，他新北市已经输侯友宜输惨，台中市40万，对不对？台中市也输给这个卢秀燕，他还要再去换一个直辖市再来输一次哦。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台北市跟这个桃园市。因为我们当媒体人都会很关注每一个县市要是谁，我时不时要问说谁不要选，所以在桃园其实本来就是锁定王一川跟何志伟，我这边都有制表，没有林佳龙啊，因为林佳龙要去选，那王一川至于何地？王一川是林佳龙的子弟兵林佳龙当台中市长的时候，王一川是交通局长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新闻出来了哈，因为刚刚那位林正贤议员我并不认识哈，除了很有创意，他蛮厉害的，因为他一下上了全国版面，有点像过去台北市议会尖哥送道具一样，做一个表，胜小胜，这样媒体都喜欢的嘛，所以他把王义川还有何志伟还有这个林佳龙一起点进来，这个变成是一个大家关注的新闻。首先第一个，张善政是要连任，而且我觉得他的连任几率非常高，非常高。为什么？因为桃园6个立委都是国民党啊。桃园是没有民进党立委，没有民进党市长，你说现在突然抛一个人来就能选？但你说找大咖，那个是因为常常被问到说都要这样讲。台北市不是要找大咖吗？那是只有陈建仁可以，是不是？通通下去，这个吴怡农也不要选了。第二个，何志伟是真的要选的，可他现在目前还在当总府的副秘书长。这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何志伟说，因为我上礼拜访问他了，你到底怎么样？他不敢把话讲那么白，可是他说，你看。我都去跪庙我说你下面有没有跪一个土那个土团有没有？没有，我跪在水泥地上面跪了200多间。他说一定要跪在那个石板上、地板上，表示诚意，对虔诚。然后跪了200多间桃园的庙，点了200多间的站起来膝盖都是红红的。然后呢，在现场会跟这个庙方人一坐就2个小时泡茶都不离开。所以他说地方很多，总统府没事，总统府很闲，他就是去跑6日啊或怎么样有事的时候啊，所以就说简单讲，我现在跟你讲我的看法了哈。何志伟当然是要选，王义川当然是要选，但是他们2个都知道，当然要赢张善政很难。就这时候突然横空出世跑出来一个林佳龙，我倒觉得了哈，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消息除了这国民党的这个议员去点将之外。如果民进党内部一直讨论，像刚刚那个是正国会的桃园的议员他还讲近代中央，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我相信这2天如果有人找到，因为今天有友邦的元首来了去找到林佳龙部长的话，因为我对他了解，他一定会讲这4个字：绝无此事。他怎么可能会去选桃园？不过沈伯洋开始也说绝无此事，后来又说战士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看党中央怎么决定啊。林佳龙不是沈伯洋。我忍不住，我要先讲一下何志伟。跪在水泥地上，这个叫不问苍生问鬼神啊！何志伟是到庙里去，不是？他非常的勤快，他是很典型的民粹主义者。他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什么事都肯干，他很勤快，这没有问题。这样子的人呢，要是我故意不选他啊。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桃园发生的事情呢，非常的突兀，而且难以理解。为什么？因为张善政的回应也非常，就如你刚才讲的很不妥当啊。当年雷根在修理这个 Mandela 的时候啊，
就已经不妥当了。蒙特尔是非常资深而且优秀的明尼苏达的参议员了。但是雷根也是 K 谁就和一个青菜共青菜后啊。今天张善政讲林佳龙年轻而且没有经验，我不用这个攻击你，我觉得真不错，因为真的林佳龙年纪也不小了，过60了嘛。你说他没有经验，他经验丰富的呢。他现在只是不幸在民进党的接班人的排班次序上，他现在大概连二阿哥都有问题啊。大阿哥呢还要等7年啊，大阿哥要等7年二阿哥就算你是二阿哥，要7年以上。所以很困难。但唯一的可能就是说他去选桃园，万一很辛苦以后选上了。这有一个保温的作用了，就是说，也许我可以变为二阿哥，而且这个大家不会忘掉我。但是我觉得以林佳龙过去的辛苦、过去的努力，他不会干这种事。不过基本上雷根笑孟戴尔虽然孟戴尔也是资深，但是资深不资深还是比较嘛。你是很多经验，我比你更有经验啊！你讲我什么年纪大？我要笑你们经验没有我够呢。我觉得还好。雷根那个话虽然你不喜欢，但是他当时还家喻户晓，还蛮好的。因为我很喜欢蒙特尔，你知道吗？也帮雷根胜选很重要的原因了。那个永平，张善政这个事情感觉上呢，他们就像刚才前一段，我非常赞赏主持人的建议，他建议高市早苗说，你在面对国会议员你讲了一个可能不适合你做首相的话，那你要怎么不要挽回颜面，不要真正的撤回，然后重新再讲一遍，就请人去跟你对答一下嘛。那我认为那个魏慈议员的学长，这位叫郑协议员吧这个郑协议员呢，超乎大家想象他正常的演出，说不定就是跟张善政事先有套好的。那套好的原因为何呢？我这只是纯猜测，我没有内幕消息。我认为就是张善政很困扰于大家传说他不选，就说因为你知道那种私下的讲话那个大家在政治圈都知道嘛。你有时候跟朋友讲话，你没有戒心嘛，有时候跑得很累，说他跳嘛这电击被冲下，对不对？政治误我一生，我还不如回去过那个叫松怀里记，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有这种感慨嘛。我们整天跟政治界的朋友，大家讲，都说我不如去哪里玩，我不如去干什么，对不对？可是你这种私下的部分，你把它流传出来，要到处去讲说他不要连任，不要连任。开玩笑，张善政如果不连任，他的那个各局长拼成这样子，对不对？各局长现在对张善政的那个连任那个非常有信心，然后蓄势待发。因为我最近见到好几个他们的局长都非常冲那说实在的，刚才暐瀚也讲了，客观来说呢，张善政的政绩是相当不错的，而且他跟之前的郑文灿有个最大的差别，就是郑文灿是因为他跟蔡英文的关系很好，所以他从中央拿了好多钱，所以他都在搞大建设，到处分钱，然后把地方的各种状况摆平。张善政没有他讲的是一种价值概念的升级跟转型，就说他去了以后，他所强化的整个桃园变成了一个科技新城的这个品牌呢，真的就被他做出来了然后整体那个欣欣向荣的气势，那他的年纪71岁，这会不会构成一个障碍呢？桃园是一个年轻的城市，说真的，那个朱立伦也好或者是那个吴志阳也好，他们做桃园市长的时候都相当年轻包含许信良也讲过嘛，他自己30几岁就做桃园县县长。这么一个年轻的城市，可是现在你不管怎么样调查，尤其是那种亲子家庭有小孩子的那个中产的30几岁的那些年轻人，最支持就是张善政最强的一群人。所以张善政是真正很强棒，而且他也没有意思说他没有要选连任，因为对他来讲，他推动的很多的事情，他没有8年，他没有办法完成。张善政这个人的特色，大家喜欢他，就是因为他不花言巧语
他说到的事情呢，他最后就会缴成绩单。那一个这么重视成绩单、这么重视绩效、科技界训练出来的一个很高阶有国际观的主管，他怎么可能不选呢？那至于说他的对手是谁哦，我真的必须说啦，王一川也好，何志伟也好，我都4个字评语：呵呵，欢迎。我基本上了哈，一个现任者哈，其实不是跟对手在竞争，跟自己现任者跟自己在竞争。你过去这一任做得好不好？做得好，选民就会选你；做得不好，选民就不选你。所以呢，以张善政在桃园的政绩，以这个人的这个很平实啊，这个按部就班、一步一脚印了。不管民进党推谁了，哦，要来跟张善政拼了，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就要再回来，张善政厉害。高雄有一个月世界，你们去过没有？我小时候去过，哦，月世界那个样子，地形很特别，哦，当时没有去过月球嘛，觉得哇，这很像月亮，月世界，就现在变成垃圾山，哦，堆5层楼高垃圾，哦，这搞什么鬼？哦，苍蝇成群，当然苍蝇，下面还有蟑螂、老鼠呢，哦，那环保局就把袋子打破，说台南来的，台南跑到高雄来越界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这就是邱莹的选区，怎么回事啊？哦，怎么上次是他的选区，这次马上他的选区呢？都是邱莹，都是别说，都是邱莹。然后呢，这个邱莹就说，你们泼我脏水，还有政治抹黑我是不道德的。哦，这个垃圾山邱莹受到牵连，他是立委啊，说实话他也没行政权啊。那另外呢？可是立委应该要小心，这种事要赶快去告啊。那他可能不知道嘛，轮垃圾山，因为那个地方很大了，立委不见得每个地方跑得到了。邱莹生气的说，要把他罚到倾家荡产，已经掌握不法业者是谁了。我刚刚讲话不是替邱莹开脱，就是你政府行政单位要负责嘛，你环保局啊什么一大堆建管处啊什么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嘛？哦，那另外呢，这个变成垃圾山，国民党团就说啊，陈其迈有在上班吗？啊，你市长怎么做的？怎么这边有一个坑，那边一个坑，这边一个垃圾堆，那边一个这个大峡谷啊，你都不知道哦？那陈其迈忙着变造型在改变哈，说这个绿色执政掏空高雄绿地，市长是不是活在平行时空？哦，你们这边忙着变身哦，那到底怎么回事？柯志恩说，如果你市政府积极巡视，也许就能够更早发现哦。就不会发觉月世界变成了一个垃圾山。我们看一下。透过空拍画面可以看到呢，山坡地上满满的家用垃圾堆了满山满谷，简直就成了一座垃圾山。而这地点呢，就在高雄燕巢区知名的月世界山坡上，可以看到呢，大量的生活废弃物通通堆置在这边，因此呢，周遭也发出了阵阵的恶臭，严重影响到周边住户生活。而环保局接获到检举之后呢，也是立刻调派了清洁队员来到现场清理。不过呢，就因为在边坡上清理相当的不易，警方已经掌握特定的对象，好，那我们一定严惩严办，好，那我们也发现说，这些业者，这个偷盗垃圾，这个对象都已经掌握，从11月初，好，那几次的测字，那我们也都交由警方，好，现在在全力的追查。当场破袋之后，有看到几张是就确实是台南善化这边的业者的那个住址，但是清运的业者我还要再厘清。不过接下来会调阅周边的监视器，同时呢协助检警调查，因为呢这大量的垃圾已经违反了废弃物清理法，要依法裁处6000到300万元的罚锾，而且呢如果查获到这一名行为人之后呢，要向对方求偿代清费用，而环保局也强调，对于这样的行为绝不宽待。来我看这个地方哈，在燕巢，然后之前有大树光电波第1选区，美浓大峡谷第1选区，这个也是第1选区，都是在邱莹选区了哈。所以对邱莹委员来讲，现在要初选其实是会有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个完全是市政的议题，明年要选的是市长。那市民最在意的就是市政到底有没有做好。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想过韩国瑜在高雄可以赢，可是，在8月10月底要投票啊哈。8月突然旗山一淹水，
旗山也在第1选区。然后呢，高雄各地出现填坑以后，市民对市政不满意，后来就翻盘了。所以市政的表现会跟市长选举有直接冲击。现在目前正在初选，然后一直都是这里，好，这是其一。其二，现在市长当然不是邱意莹，是陈其迈。那你也要面对我刚刚所讲这几个问题，接下来是不是你的市政府的几个地方松动了？那为什么一个一个跑出来？我觉得从那个大树光电波、美浓大峡谷之后有影响，或许了哈，我这样想了哈，或许地方也有看到那个垃圾，它不是导播给大家看那个画面，那可能是一个晚上丢的吗？陈其迈市长讲说，11月初有人看到。那有人看到，你后续要处理呀、你今天看到，明天就要抓到嘛。好，所以现在目前是这样哈，急着赶快把它清干净。但是它看起来有10吨，所以代表它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大家观众朋友上网去 Google 看的 Google Map， 它的地图拍跟干干净净啊，根本没有垃圾。那它到底丢多久了？之前来拍那个观景图的时候，根本还没有这一些。所以地方会倒垃圾，当然了哈。因为高雄市环保局有去那个破袋检查，里面发现说有来自台南的垃圾，但是那么一大块不会说只有台南，它只是因为台南离那个地方近，可能跑过来。简单讲，结论就是像这种议题，包含美浓大峡谷的盗采盗挖，跟这个一定都是进出出。那既然进出出，都过去都不知道都不发现，是因为地方有人知道，想说我也不要检举了，检举也没用，还是有跟里长有跟议员讲了以后，后续没有处理，这个才是重点。我突然想起来啊。我小时候住台南哈，我们学校旅行就是到月世界去看过，从台南过去的，还是有些地缘关系，有些地缘关系。好，王慧，我们小时候也蛮常去月世界玩的，想不到他现在被垃圾堆成这样。我先讲哦，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邱意莹她是立委哦，那这个相关的查处呢，应该是高雄市政府哦。但是呢，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先都不要讲邱委员哈。我们自己在地方，即便我现在卸任了，在宜兰市一个空地上面，突然堆起了很多的垃圾，开始苍蝇跑出来的时候，你觉得民众会找谁？他找一个他认识的，打电话去跟你讲。那我们通常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赶快联络县政府啊，看他们那边要赶快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嘛。所以呢，如果照伟焕刚刚讲，其实也蛮多地方，也不是这一次月世界这个垃圾啦，包含之前的那个盗采盗挖的那个什么大峡谷的一个部分啊，我觉得我印象中那个都有人去做相关的一个通报。那如果他作为一个地方的民意代表都没有接到相关的电话，那我也会觉得很特别，就是说他是那一区选上的立委啊，怎么都没有民众去找他？这个于理来说哈，我觉得情理法都不太对了哈。那我来讲这一次陈其迈也很特别，他也没有震怒，他只有说要严惩严办哦。过去几个案子，其实他都会第一时间先跳出来表现出震怒，然后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消遣他太多次了，每次都说他就是一个会震怒，然后后面都没有做，所以他这次没有震怒。那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快速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有一个结案呐，哈。那现在真的确实是民进党在初选的时候，这样子的消息一直出来，我想呢，对邱委员来说，当然会有所影响啦。那以高雄的这一局来说，因为目前民进党的几位这个参选人，可你参选人都如火如荼，杀的也是你死我活嘛，哈。虽然他们不会承认啊，但是我觉得对智恩来说，现在呢，因为他前面有了那个揭弊的那个形象之后，除了地方跑通，我觉得在立法院的这些相关的高雄的议题上面，除了监督揭弊之外，可能可以提出更正面的一些政策政见来为他自己来做更多的加分。基本上你看哈，高雄还有很多地方，其他基本上都是原来的县区，不是市区，因为市地方很小，对，市也没有地方了，县才有水啊，有山啊，有这个有一大堆在那边搞哈。那理论上讲，你县市合并以后，你直辖市收到的钱多很多哎，预算不是多很多吗？直辖市分到的钱以前是不一样的，那你现在县市合并多这么多钱，那县你就放任他不管了。很多地方合并后我听到很多县民都抱怨了，就那种搞了半天，那建设比以前还差，那钱到哪里去了？尤其是环保的这个相关基层人员的编制多很多人。对啊，那你的钱到哪里去？这不很奇怪吗？那搞了半天合并的结果是什么呢？休息再回来。那么傅崑萁跟卓荣泰吵架了，场面火爆。傅崑萁说修财划法你是造谣的，卓荣泰说是你立法院先对我开战的，我在备战。
哦，我是备战的哦。他昨天不是要应战吗？现在说要备战哦。那另外呢，这个激烈互呛，韩国瑜说啊，你们深呼吸，喝口水，深呼吸，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好，那周荣泰说，如果按照上礼拜立法院通过的财政划分法，明年总预算要举债5600亿啊。那另外呢，这个说要再找韩国瑜谈。周荣泰说，国会给错药，逼了中央硬吞哦。那另外呢，这个周荣泰说，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抵制哦。他昨天说要抵制啊，今天又说不到最后关头。那什么叫最后关头呢？行政院20号要提行政院版的财政收支划分法，立法院有，我也有，但是那天立法院委员有讲说，立法院在讨论的时候叫你行政院提版本，你也不提啊。对啊，那你不提，我就不懂为什么行政每次都不提呢？对啊，那时候预算时还是这样，你行政有什么意见你讲嘛，本来就是这样，法案有对案拿出来讨论嘛，对不对？那立法院也会尊重行政意见，不会不尊重的，因为行政要派官员来说明为什么，那你都不提，然后等到立法院朝野这个在野党通过了以后，你再提，这个很奇怪啊，整个那个次序都很奇怪啊。那民进党团说蓝白是乱台3部曲，哦，最终目标呢是打掉选举的正当性，哦，因为呢委员会大概他说未来可能这是范云讲的了，可能会进负2读，就是公投榜大选，或是呢这个总统2轮投票不在即投票，哦，说呢要打掉选举的正当性。我讲实话，公投榜大选原来是陈水扁的时候民进党搞的，对呀，民进党搞了个公投榜大选，哦，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呢，我觉得陈水扁第2任的时候民调很低，后来不是2颗子弹，他根本连任不了，后来就搞个公投榜大选，那么搞，为什么这样的话呢？认为说用公投的题目，什么入联呐，什么一大东西会刺激投票率。后来发觉情况也不见得如此，现在公投又不能绑大选，那都是民进党搞，所以这点我很不满意的，对吧？一下你只挑对你有利的搞，哦，尤其就是公投本来就是绑大选的嘛，开始就是绑大选的，那你现在又不绑大选，哦，然后又现在说在野党会突袭搞公投绑大选，另外呢，总统2轮投票，因为有人讲了，哦，因为民进党就40%的票嘛，那你在野党分成2咖。哦，那时候不管连战宋楚瑜啦，哦，这次的柯文哲、这个侯友宜啊，一人分个30%、40%、35%、25%或30%、30%就输了嘛。所以如果是2轮投票，先把第三刷掉，再2个人竞争，哎，那鹿死谁手就很难讲了。那民进党不愿意嘛，哦，所以基本上就什么都是算自己的比较有利的方式了。我们看一下，你要全面开战，是跟人民开战。还是跟赖清德市长开战，还是赖清德主席开战，还是赖清德总统开战？你拿2012年赖市长的话来今天讲，请问苏院长，去年超收多少钱？前年超收多少钱？4年超收1兆8700亿。我们有还债，执政。就请你下台，请你不要跟赖清德总统宣战，不要跟全民宣战，请你要把民进党对人民的承诺要好好执行。对行政院开战，不要，我才必须备战。跟赖清德宣战，你不要一直对我们开。谢谢，深呼吸，喝口水。好，谢谢。深呼吸，喝口水。是什么？你问什么？就看这段嘛，你觉得怎么样嘛？那我先帮你讲。我觉得台湾很悲哀啦，哈，因为他们2个人呢，就是台湾的代表嘛，啊，那周荣泰到今天他是一个少数内阁的阁揆，他本来都已经离开政坛很久了，他会回来，这真的是咸鱼翻身了。但是这个咸鱼翻身了以后，煎出来拍价，对不对啊？他又没有办法处理朝野的关系。那我右边那一个，我就不讲他的名字了啦。我讲他的名字哦，他一定很气我，因为国民党不管他对不对，不管他这次讲的有没有道理，把他摆在那个地方，国民党就没救了。因为这个形象已经在人民的心目中深植人心了。不管他讲什么，大家啊哪些讲的没什么。所以今天我觉得台湾的悲哀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不管两岸也好，不管细到很小的事情，或者很重要的财划法，就没有一个理智妥协的空间啊。那你说财划法为什么行政院不提他自己的案子呢？我觉得他提不出来，因为他提出一个可合理的，大家都不要，或者大家都满意，大家都不满意，大家都骂他，所以
最后的结果还不是我们重演上个会期的旧戏吗？他提出来，蓝绿两党票数比他多，就把他打掉了，还不是原来的这个案子。所以就是什么复议啊、释宪又搞这一套，对，又从头来一套了啊！但是财花法就是钱嘛，啊，为政不外乎是用人跟用钱，用钱比用人还重要啊！这个完全是钱的问题啊！啊，你钱搞成这个样子，台湾还有救吗？老共你不用来，我们自己会把自己搞坏。玉敏，我觉得财花法这一题是行政院他不愿意提自己的版本重点真的是在行政院。去年其实国民党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希望行政院提他的版本出来，而且很希望大家坐下来谈，就是说应该要怎么样做法。但是行政院展现出来的态度是什么？我没有版本，我不赞成，现在就是最好的版本，你知道吗？经典名言，现在就是最好的版本。结果演变到今天，行政院他说他礼拜四他要匆匆忙忙、跌跌撞撞要推出一个版本，是行政院的版本。为什么立场都转变得这么的快呢？就表示他一开始设想的就从政治去思考嘛。他去年就觉得我1毛都不肯给，我怎么可能我中央我把我的钱跟权下放给地方呢？那这样子我怎么集权？我怎么做事？所以他一开始的心态就是错误。如果你一开始愿意用一个开放的、理性的跟在野好好的谈，因为这关乎22个县市执政。坦白讲，22个县市不一定都是蓝的执政，也不一定都是绿的执政，大家都有机会。所以谈出一个合理的比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这个是有谈的机会。很可惜，当时的行政院铁板一块，现在就是最好的版本，什么都不肯退让，那只好过在野党的版本，不是这样子吗？那现在过了在野党的版本之后，他上演什么戏嘛？一般性补助款本来要给地方的，他说没有我握了1300亿在我手上你要一般性补助款也要我中央同意。然后这一种计划型补助款呢，他就大砍2600亿。他说因为我这个你过财花法是不是要我统筹分配款分一些是不是？那这个原来的计划型补助款我就砍掉2600亿，不给你了，你地方自己去编。所以立法院通过的法，他就用另外一个形式来剥夺地方该有的这些财政。所以这个在野党，我们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才在上个礼拜5又再一次修正这一个财花法，就是不要让行政权有这么的大，因为立法院通过法律他都不遵守他就扩大他的行政权然后把原本该给地方的钱又再拿回来，所以才会有再次修法嘛。那他现在呢？这个你看卓荣泰的态度，他从全面开战，今天稍微有点把话收回来一点点。我就想说，为什么行政院是跟立法院全面开战呢？行政院不是应该要接受立法院的监督吗？我们的五权宪法，我们的宪法里面规定的不是行政院应该要接受立法院的监督，而立法院通过的这一些法令，你行政院应该要遵守，不是吗？但结果我们现在行政的态度，通通都不是嘛，对抗作战，然后有这样子的行政院吗？我们不要烽火内阁好吗？我们是要你自己说你是 AI 行动内阁，那就是来做事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院长他们几次在这个立法院他真的会回过头来修理这个在野党的委员就是针锋相对，就是完全没有想要好好的。就是让朝野可以更和谐。我觉得再这样子下去这种少数民意支持的内阁，少数总统还想要继续恣意妄为，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民意不会接受的了。姚明，我注意到在那个民进党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其实他们的那个攻防手在面对在野党强势的国会，而且这些立法委员因为罢免不成都拿到了无敌星星之后他们有调整那个作战位置跟守备位置譬如说之前做主攻击手的柯建铭呢，虽然他并没有被搞下来，可他消音去了没下去我昨天还在问说，是柯建铭都没有出现在立法院吗？那王宏威告诉我说没有，他有出现，但是他回复成以前正常柯建铭，就是没有在杯葛议事没有在打碎虾，没有在做那种疯狂演出。那现在主要攻击手变成是谁？变成卓荣泰。那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幸的，因为这个情况呢，你就把本来是立法院内的
不同政党、不同党团的冲突呢，现在是真正变成怨气冲突了。那本来卓荣泰，当然卓荣泰一开始对于立法院的通过的法案，确实也没有在客气。可是当时呢，我觉得卓荣泰本人还会顾虑说，我有一些政策，我有一些预算，我要通过，所以呢，跟委员的攻防呢，他不会直接采取去激怒你，或者是就是简单讲，他当时还没有苏贞昌上身呐。可是现在的卓荣泰呢，哇，凶狠程度不若当时的苏贞昌大家还记得吧？那时候苏贞昌怎么样骂郑丽文，对不对？骂到那个对骂的那种嘴脸。那我觉得未来不晓得国民党是谁，可是可能卓荣泰呢，距离苏贞昌就一步之隔。那你怨气的斗争如此的时候，你会影响到底下人。因为财划法的争议从大罢免的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当时呢，玉敏讲的内容就跟今天讲的也差不多，就是你为什么行政院你要不负责任的不提版本，对不对？你不断的说你在野党公示错误，你在野党算错了，你在野党让我们窒碍难行，那你行政院版拿出来啊。因为你不拿出来，就表示你有一种心态嘛。简单讲，就是你看不得地方好。那你看不得地方好的这种心态呢，讲成大白话的翻译，就是说对民进党2026县市长跟议员选举不利嘛。因为地方都需要钱做假预算、丙预算、丁预算。那你这种的钱，通通扣在中央，然后完全不愿意弄给地方。你可以说，现在民进党剩的绿色执政的地方，中央给他关爱的眼神；国民党的部分，他取消。问题是你到时候民进党也提名那么多人，你明年2026你要跟国民党现在执政的县市一起对选的时候，国民党只要讲一句话啊。你民进党没有管地方人死活啊！你民进党本来我们努力争取的，给我们民众给我们自己的民众能够有这样的照顾，有这样的福利，有这样的部分，他通通不肯编列啊！那你卓荣泰在那边哭诉说如果用这个蓝白立委的财划法举债要5600亿，那我就直接问你嘛，那你那个不切实际，根本还不知道在哪里的所谓台湾盾的那个部分，你要那个武器，你要编列特别预算，又举债1兆多的钱，那你不会5000多亿先来把地方财政解决清楚？优先顺位嘛，你真的去问民众，现在是去空泛的买你永远得不到的武器比较重要，还是我要解决地方的社福医疗体系的问题，地方的安全呢，以及地方脏乱环境的建设，把它变干净，然后不要毒害我们，哪一件事比较重要？我基本上就是说，因为民进党现在在立法院是少数，所以一定要沟通。没有办法，是一定要沟通本来如果是按照这个欧洲的国家，你根本行政院长就是在野党要推出来的，不是你民进党推出来的那既然你什么总统、行政院长、部会长都是你，那你就要沟通啊！你不沟通，每次以这种对抗的这个态度来，你怎么可能通过呢？你不要说中央，你地方议会你看看，对不对？地方议会也要沟通啊，何况中央呢？那你不沟通，你硬干。我记得昨天才说要备战嘛，要打仗嘛，这你讲的那今天你又说这个到最后再说，老是以这个战争的态度来，你就把在野党当成一个敌人在看待嘛，对不对？你不但境外有敌人，你境内有敌人那这样的话怎么可能这个通过你想要的？总是要沟通一下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太子集团跨国洗钱，北检提讯辜姓女主管等3名被告提讯了辜女邱男、李男把他们提讯就问到底你们干了哪些事情，在台湾横行9年。那罗志强、林佩祥今天开记者会说，因为美国交办才动
所以呢，如果美国没有压力，民进党还要装睡装多久？为什么你都不去取缔，不去抓那说呢，这个有诈骗太子，因为他叫太子集团，是有诈骗皇帝美国交办，所以呢转攻在野来带风向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是有人护航9年吗？有没有在护航他们？到底怎么回事那林佩祥说，警政署统计诈骗案金额也暴增，就越来越高并没有因此呢这个诈骗越来越少，越来越多那另外呢，丰原5口因为诈骗，所以都死了。那这个凶嫌被囚刑15年，那5个15除5，一个人3年，所以一命才3年，好像太廉价了那另外呢，说司法是打诈国家队头号战犯，你司法对他们根本没有好好的，为什么这些诈骗犯一说要送到大陆，吓得要死，对不对？送回台湾好像进了天堂，无所谓你这些诈骗犯到底关了多少人？到底几个人真的办？你那些什么车手都找那些年轻的这个很年纪轻学生，或是辍学生，抓了也放掉了，也没几个真的去坐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怎么会怕呢？所以为什么台湾变成诈骗天堂呢？就这个道理。那 TVS 又刚好做了一个民调，其实不做民调，答案我也知道了你对政府表现满不满意？打诈54%不满意，24%满意，当然不满意。这24%会满意，我都很怀疑。那怎么出来的24%？你怎么会满意？你告诉我那另外呢，这个宣导防诈满不满意？46%不满意，42%满意，说呢有在宣导但是宣导没用啊，因为台湾诈骗情况严不严重？92%认为严重，4%觉得不严重那认为严重，居然还有这个24%满意，42%对这个宣导满意，我也觉得想不懂这个道理那另外呢，你有没有遇到过诈骗？82%说遇到过诈骗。我现在手机只要这电话我没有见过的，没有在我是不接的，接都不接，再重要我也不接，谁知道是什么东西呢？那所以82%的民众都遇过诈骗那另外呢，请问台湾对诈骗的刑责太重太轻刚好？86%认为太轻，只有2%认为太重，3%认为刚刚好，所以这。大家都这样认为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到底要不要鞭刑啦？赞不赞成鞭刑？赞成有70%，非常赞成有50%，不赞成非常不赞成只有19%。就认为说这些人很细的，最好打得皮开肉绽，给他去死了。我们看一下，你误导你误导。这是太子集团洗钱案，其中几名被告们被收押后首度现身，包含天序人资长辜淑文，还有在台特助李守礼，以及负责管理超跑的干部兼司机邱子恩。18号上午，3人被检方提讯。因为被查扣的豪车当中有几辆就登记在他们名下，检方认为豪车保存不容易，为了避免时间久了影响价值，有意要变价拍卖。庭讯由北检变价小组讯问，主要针对超量变价代管问题来了解。随着高层干部落网，至今仍在逃亡的陈志也被爆出就藏身在东京的高级住宅区。从太子集团官网可以看到呢，他们的核心业务领域从金融到房地产，事业版图非常的广。而现在就有日本媒体报道，其实他们在日本也有经济活动。早在从2022年开始，太子集团就在日本至少设立了3家关系企业。日媒也提到，这些公司表面上从事房地产买卖，但实际上会不会也是洗钱的据点之一呢？太子集团案因为高调买豪宅跑车的奢华作风，再度引起民众对诈骗现象热议。根据 TVBS 民调显示，高达92%的民众认为台湾诈骗严重，只有4%认为不严重。至于有遇过诈骗吗？竟然只有18%的人没有遇过。太子集团电信诈骗跟洗钱规模遍布全球，各地都有受害者。要终结这庞大企业犯罪组织，是各国司法部门的长时间抗战。来，伟汉，诈骗这个事情我们台湾到现在为止，民众的感受跟政府的努力没有办法达成一个正比。政府说很认真在做这些诈骗，我想简讯的出现的频率，如果我自己的感受是有变少，可是还不够少，还是会有
缴税季节到了以后，缴税通知点下去以后，直接要你刷卡，然后或者是说，你已经收到一个这个罚单，你没有缴，打过去。你好，我是检察官，我是警察，检警诈骗特别多。像上次有一个那个麻辣火锅店的，就是跟检警诈骗的那个诈骗集团合作，还洗钱，我们的火锅店还配合去洗钱。所以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因为第一个骗钱，拿到钱然后一下子很多。第二个就是他罚的不够重。那这个不是说你的感受不感受，你跟其他国家比嘛？我们这边尤其是年轻或是首犯或者是车手，整个诈骗集团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分工，我不知道他们做什么，我只是去送钱，罚得很轻，所以呢大家都不怕。那如果被抓到在其他国家，像之前跑去肯亚抓回中国大陆跟抓到台湾的，抓到台湾在机场有的直接放掉了。当然我们这几年有陆续把它修得比较重，可是还是不够重，所以我觉得这必须要去讨论，就如何遏止这样子的一个无所不在的诈骗。这个很奇怪，你刚刚讲检察官、警察局检察官打来电话了，说我在桃园，我在新竹，我在台南警察局办案，你不相信，我给你一个电话，这就是桃园警察局的电话，你打来看看，打回去你去查，真的是桃园市警察局，打去还真的就接了，就是诈骗。他们怎么搞成这样子呢？你到网络上去看，你只要到网络上打一下警察局诈骗，警察局一堆这种情况，很多人都被诈骗掉了。老沈。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民调 TVS 做了，我觉得不要这样讲一下就放过了，请全国军民同胞们很严肃的看待这个民调，这个是不分党派、不分中立、不分没有意见，一面倒的，差不多在78%左右，通通赞成鞭刑。那主持人，你晓得？我是一个强调和平、注重人权，我还是医生，我怎么会赞成鞭刑呢？但是鞭刑这一面倒大家都要，所以呢，我已经呼吁好几个礼拜了，就请民进党也好，国民党大家抢着去提案啊！如果大家都有共识，联合提案也好，把这个当成一个暂行条例试试看嘛。好，王辉要选宜兰县长，那个政见第一名就是他当县长以后抓进来鞭刑诈骗犯。我想这个还要讨论啦。不过我真的讲，我这不是就是这样。我跟你说因为你这样子各种类型，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当然确实会有一些人权各种议题，大家都一起来做考虑嘛。那委员们在立法院里面当然是可以来做相关的提案，也已经有委员提案了。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不会只是从鞭刑来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遏止手段嘛。如果民进党政府他真的想要好好做这件事，大家知道从我们这一届到玉米他们这一届。这个编的诈骗的这个打诈预算已经编很多，但越打越诈，每年几十亿这样被骗。刚刚这个赵大哥讲的这种形式，其实多的是，他现在只要一按下去，他还可以转到他的电话上面，然后信用卡中心打电话来确定，他还可以当做他自己是信用卡持卡人本人。我们很多这样的案例啊，如果我们从源头上就没有办法做，金管会、NCC 跟数发部，他从源头上管理还是可以做一些截断的，所以我觉得是同步都要来做相关的一个进行，不是直接就用一个手段。就想来截断。